奇来竹北又称黑色奇来，这里神秘、黑暗，充满着传奇故事，也是很多人闻风丧胆的著名百岳。然而，它却也是元堂最爱的一座大山之一。这一次，元堂带着伙伴们前往奇来竹北，我们将揭开这座山的神秘面纱。如果说黑色奇来是被灵异色彩所掩盖的真真男子，那或许我们就用山人的浪漫，让他向我们展现出铁汉柔情。尼采曾说，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。是什么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上山？是什么让我们头也不回的离开城市？我是元堂，情人节，我在奇来竹北跟山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现在有一个人躲在车上，在那边怕冷，躲在车上。他说要等大家都换好之后才下车。今天天气真的超好的，太好了！第二次来奇来竹北，因为你现在在，好期待哦！你现在在这个，好期待！我也是第二次来奇来竹北真的，而且你上次就3天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而且上次大景看好看满了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大家都是那个晴天体质。没错，我们只要出来都是大景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奇来竹北的登山口了。然后呢，这是我跟这2个摄影师，而且我们整个搭配非常的鲜艳。我想说，我们刚说什么？刚取了一个名字，这个元堂红色的是什么？百威。我是雪山啤酒，我是爸。我这一个字，我是爸。我是彩虹啤酒3兄弟。我要今天要在奇来竹北上面狂，尤其是搭配这么好的天气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赶快趁现在天气好，我们已经拖延了很多时间，赶快上山吧 ！Go， 耶 ，Go， 出发！超爆！各位看到后面这美丽的景了吗？穿越这个树丛就是小奇来，那小奇来它是一个小小的山坡，然后非常广阔的景。那我现在就要上去，继续前进。各位，我们抵达超美的小奇来了，黄柏啊，真的很棒。你可以看那个是屏风山，屏风山，然后那就是我们明天要爬的奇来北峰，没错。然后过来之后尖的那个是奇来主峰。今天这个北峰跟主峰完全是晴朗的状况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呢黑黑的这个部分啊，就是我们今天会走的那个碎石坡。目前呢，貌似只有我跟魏丽有这种雄心壮志爬上来，因为我们就是觉得，我们就在下面，当然是要上来看一下啊。就是一定要拿一下牌子的啊！没错，超级斑驳的，耶！小奇来，魏丽，你说你爬山都是来干嘛的？储值快乐。对，我在储值我的快乐。你觉得今天的储值点数怎么样？超高！直接看这个蓝天，整个山脉的零线都看得很清，超棒！然后又跟这么可爱的人，耶！小奇来有2个小山头，最高海拔点3150公尺。站在小奇来可以回望合欢山，而奇来连峰则横列在眼前。天气晴朗时，甚至可以远眺玉山主峰。小奇来的山林两侧均是山谷地形，这里也是2个溪的分水岭。这次我们不仅是大阵仗的摄影团，2组 YouTuber 人马，元堂也要用3天2夜的时间，
好好的跟奇来培养出好感情。今天是你跟山谈恋爱的日子，没错。你怎么累了？不行，谈恋爱怎么可以这么辛苦？谈恋爱说起来，有时候就跟登山一样，有很多的考验。现在就是已经过了蜜月期，前面都是下坡，你现在开始见识到这个山，付出一些代价，需要付出代价，需要开始磨合一些个性。但是呢，一旦你通过这一段，迎接你的就是浪漫的情人大餐。没错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动力。OK。离开小奇来后，一路下坡至黑水塘山屋，在那里短暂休息后，就是一路的上坡到成功山屋。好吵，好多，每一个人都拿着在那边讲。不行，我已经被干扰了，我要去安静的地方。黑水塘，黑水塘这边就是一个小简陋的一个小山屋，非常的吃大腿力。真的。这边接下来就是很多这种路，好，一路到成功，然后到成功之后，更多这种路到人仙。不过这就是爬山，爬山就是这样，总是要有一些好玩的路，才会令你印象深刻，才会让那个美景让你觉得如此的得来不易。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得来不易的。各位，其实我们在这个奇来竹北啊，在上去要成功山屋的路上，其实就开始有一些比较陡峭的这个地形。那我们其实只要小心走都没有问题。那我这次的话，其实很多人在爬山的时候也常问说，登山鞋啊怎么准备？那其实我觉得登山鞋在这样的地形的时候，就会特别的展现出它的厉害之处。为什么一定要用登山鞋，而不是用布鞋？元堂这一次特别穿上所罗门 X Ultra 4这款登山鞋，外观我非常的喜欢。很多观众都会私讯我登山鞋要怎么选，像我就蛮推荐这款中高筒的，因为中高筒在登山过程中呢，它是比较能保护你的脚踝，不会去左拐右拐。那在攀爬上面抓地力也绝对会比一般的布鞋还好，所以我觉得登山鞋绝对是一个必备的登山装备之一哦。落差很大的上上下下，哦shit，是那种陡上陡下。对，从黑水塘山屋到成功山屋，开始有一些高低落差的地形。奇来竹北路线特别的地方就是，它是少数一开始先给你爽的下坡，然后才开始往上攀爬的一座山。而我们都是人，所以你们一定都知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。然而，这其实是元堂第2次来访，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一段还算是简单的。成功山屋后面才是真正的魔王考验。各位，我们抵达成功山屋了。我们现在要步行前往成功山屋。那成功山屋呢？其实啊，我觉得它是一个，不管你有没有爬山，它都是一个算是家喻户晓的地方。因为很多人啊没爬山，但多少都有听过一些山难故事啊，或者是一些传说啊什么的。其实成功堡共3座，是因为在1971年时，5位清大学生登山队的山难而建制的。原本是要提供山友避难处所，却因为当年将罹难者的照片挂在山屋里，而引发出许多灵异传说。其实还有很多灵异故事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自行搜寻。那成功山屋呢，当初也是因为这些山难的罹难者啊，然后呢也导致大家重视这件事情，所以呢才盖了这些山屋。
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帮你小科普一下。好，我们快到了。这边是第一个很坚固的山屋，然后呢，可能跟 Cynthia 他们已经到这边了。我们已经开吃了。已经开吃了。果然背了重的东西，我都还没开始上坡，我就开始有点喘了。等一下，你可能要展现一下你今天穿所罗门跑鞋的这个越野实力了吧？小意思吧，有这个什么都小意思。小意思。无氧攀登喜马拉雅山 ，Go！ 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开始呢，就是在这个前往奇来竹北开始比较艰难的一个部分。那这边其实走路都要非常小心，然后呢，你的脚啊，每一个踩点其实都要踩好。那只要你每一步都踏稳的话，其实不会太难。那你看我们的威力，他也是，对不对？轻轻松松，好不好？他也是走来这边了，轻轻松松。那我们还笑得出来。我们目标就是要赶快上去上面扎营的 ，OK。各位，这边就是开始比较著名的陡上，你看这个陡上，这个陡坡。啊，我之前这样看是整个可以看下去，超美的。可是现在真的是白墙，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不是啦，应该是就是可能你看那个下面云在哪？温蒂，就是温蒂。我说云在下面，因为温蒂在下面。对啊，看我们这边其实蛮清的，对啊，树都看得清楚。在爬山的时候，如果有看到有两边都很像是路大，一定要认真的看布条或者是叠石头。那像这边以前应该也是路，因为你看上面有很多绳子啊，甚至还有路标。不过已经有好心人挂起了这种红色的旗帜，然后上面有人用油漆喷了叉叉，就一定不要走。所以我们的路是那边，就是我的后面。她现在已经晋升一个非常称职的女主角，这样子完全的增添我影片的一个丰富的程度。不然如果没剪进去，我会生气。我和压力山大。哎呀！微微用滑的，这下面是非常俊俏、陡峭的。我操！我操！需要给大家精神粮食。哇！当你累了，何不转头看看美景？你看这个云海，你们要上飞机，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哦，云海，跟在我的后面。我们现在真的是走着，随处我们会一直停下来，因为太多美景了。这里的美景是360度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完全是，好扯啊！就在我们的前方，随便转过去就是夕阳美景。它也要可以看到日落，好棒哦！这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爱情，它让你无法自拔？有没有一种永远，它永远不会变？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爱爬山，这答案我一直都还在追寻。泰戈尔曾说过，有时候爱情不是因为看到了才相信，而是因为相信才看得到。我想这也是山人跟山的默契吧。上山的这天是情人节，奇莱山用日落之美给我们深深意味，只因为我们相信。我觉得你们摄影师超
们今天的晚餐是葱油饼，还有什么？葱油饼、鸡柳条、起司鸡柳条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咖喱饭、热可可。 Oh my god！ 它其实是一个韩国的泡面饭，然后我觉得它最屌的就是第一个它很好吃，就辣，然后口味选择多。第二个就是其实它这件东西起来的时候会突然5分钟的变自然热水就可以熟了。对，所以就比起那些就大家还要等15分钟，你就可以开始狂吃，是不是很赞？还真蛮好吃，真的蛮好吃，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又很便宜。对，这是重点。可以了吧？便宜。就是我觉得我们有我们3人的浪漫。什么节日？情人节。白色情人节，所以呢，我跟魏丽。情人节巧克力，这就是生活的仪式感，就是我们3人的浪漫。谢谢魏丽。今天大家都是我们的情人。没错。帐篷后面就有一只超大的水鹿，就在那边，它在吃不知道谁的尿。那个方向是比吃。那后面嘞？后面是我刚刚贡献的，对现在特别忙。那后面我刚贡献就在卫力旁边，但他们。各位观众，在我后面的就是奇爱主峰了。现在时间呢是5点半，我们在半小时就要日出了。那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要攻到奇爱主峰的山顶看日出。好，我们赶快前进。加油，威力！那等一下从这边上去的话，就越来越陡峭了。天已经逐渐亮起来了。我现在在前往主峰的最后一段。上面只有4个人来，这4个人都是爱山爱看日出的好宝宝，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向上攀爬中。各位，我赶在日出出来的最后一刻抵达，日出正要出来，就是那边有爱姐姐了。加缩时，各位，我到奇来主峰了，3560。奇来主峰标高3560公尺，百岳排名第20名。奇来山区是由主峰、北峰、卡罗罗断崖、屏东人线、大屿山等形成一系列绵延雄伟的山峰。我们延续着昨晚对山的浪漫。在日出洒出的黄金色地毯上，用双眼记录美丽，用一颗巧克力完成属于我们跟奇来山的回忆。把这个结扎吃掉了。你要准备吃下它了吗？你先吃好了。这个是情人节的浪漫，虽然情人节已经过了，但是你要吃下它。这样好，对，可以哦。因为他们有戴眼镜吧？各位，8点半，我们终于离开了奇来主峰，然后我们要赶快回去人线营。看到后面，奇来北峰就在我后面，超美的。各位，垃圾，我们就顺手把它带下去吧。这种叼一整包好好的卫生纸，应该就不是故意的。这种可能就他放在口袋，然后拿出来就掉下去。对，所以也不能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
至少我们把它捡回来嘛，就不要让它留在身上。它就是防水包。各位，在我后面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完成的奇来主峰。终于回来了，现在几点？11点。大家看，这里有写取水口。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下切。那这边的陡下是真的非常陡下哦。中午呢，元堂跟着 Cynthia 组成了取水小队，从人线下切取水。我们两个不怕累，爱挑战灵魂，就这样担起了这个重责大任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整个是在算是一个小溪谷之间。哎呦，这个轻盈快速的步伐，快到了吧？我是认真，蛮少遇过有女生像Cynthia这样会跟男生一样。而且男生都很少会，应该算会跟我一样，在下坡的时候用跑的人。用跑的比较不会受伤啊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跑的时候是有在缓冲的，踩点，然后踏好，越野跑。到了，在下面。各位，所以穿一双好的鞋子，是重要的。因为我们这双其实是以越野跑擅长的，所以我现在轻装在跑，是很轻盈。这里非常的清澈啊，他们是从这个溪谷一路这样下来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抓40分钟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。对。8分钟不要乱写。8分钟不要乱写。取一下水。好，取水。这边是有一个小瀑布啊，小溪水的地方。现在要把水带回营地，营地就在那边。整个人现在只有我们3顶帐篷。我跟 CC 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。赞！你真的很强哎，女生取水赞！给你赞！不愧是3女，女生自立自强。自己的水自己取啊！啊！取水大户。哦！说你的包包里都是什么？包包里有6公升的水。Oh my god！ 拿出来，好累啊！4升水，轻一点的。2升水，1升水，我是背了7升水啊！我干！啊，你在干嘛？睡觉。你在干嘛？伟大！来爆吃一口，吃到超好吃。来，驱山小仙女，仙女过来。她很强哎！驱山小仙女。我们下去只花了8分钟。对啊，那都是绿水。好扯哦！我用跑的下去，疯然后那个溪谷很漂亮。真的哦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准备要出发了，但我们在帐篷里面呢，身为一个水是要有态度的，只要在出发前都一定要做好服装仪容打扮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其实早上呢主峰已经是大日出了，但现在呢我们要前往著名的黑色奇来。为什么叫黑色奇来呢？在我后面就是奇来北峰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岩壁是呈现黑色的样貌，这里就是为什么而被称为黑色奇来。那相较于奇来主峰，其实它的路程更为的险峻，因为你看哦，我们等一下会先翻过一个小山头之后，就是完全的垂直的岩壁攀升。元堂之前有来过啦，那其实我对于北峰印象非常好，上面展望非常的厉害。到时候呢，灿宇它飞的空拍绝对会带给观众不同凡响的体验。我们等一下就带着大家上去北峰，然后完成一个巨美的旷世杰作给大家看。OK， 我们继续前进 ，Go！奇来北峰，海拔3607公尺，百岳排名第15名，是奇来连峰中最高的山峰。山形尖锐险峭，背对阳光使其显得庞大
漆黑、气势哲人，因而被列为10郡之一。这里气候错综复杂，云雾变幻莫测。在60年代曾发生多起山难，为台湾发生最多山难的地区之一，所以才有了黑色奇来这个称号。我们攀上悬崖峭壁，一步一步迈向峰顶。奇来北峰，它就像是个傲娇的对象，给我们设下重重关卡。然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人们不会因为有刺就放弃玫瑰，人们也不会因为疼痛而拒绝爱情。奇来北峰正是因为它的困难而更显得刻骨铭心，也是我心目中不可取代的一座百岳之一。我们终于到奇来北峰了，3607公尺。奇来北峰3607，然后呢，水水们已经抵达，已经在自拍了。水水们发现手不够长，对，可以帮登山水水自拍吗？你好，拿着就好了。拿着就好吗？好，发现没有问题。没有东西你拍了，因为我当然没办法拍。哦，好。还要动动是不是？还是我就拍我自己？好，没有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找到一个，等一下我。我们在奇来北峰上拍拍美照，眺望着360度无死角的美景，然后一直待到夕阳西下之际。都说登山像是人生的缩影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追逐某种意义上的峰顶，但真正让人感动的，却从来不是登上了几座山头，而是那些过程中山神赐予我们的旷世美景。在奇来竹北的3天2夜，是我们与山的情人节。走在这一片绝世美景中，你会发现人类的渺小，以及大自然的伟大。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灵魂，我们都在寻找那个频率相同的拼图。如果你问我爱情是什么，我会说它是一种寻寻觅觅的过程。曾经奇来竹北，它就像是一个神秘而难以亲近的对象。直到你亲自踏入它的深处，你会发现它不为人知的优雅。超美的。我想这3天2夜，我们扎在最美丽的人线，看着最美丽的日出与日落。就像威力常说的，如果快乐是一种点数，那这3天，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除好除满。各位，我们这3天呢，就是有特别的来穿这双登山鞋，然后我也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穿这双所罗门登山鞋3天的心得。那第一的话，我是觉得这双登山鞋呢，它非常的轻，然后它不管是在这个就是外形上面都是我非常喜欢。那另外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本身呢，上一双其实也是所罗门登山鞋，然后在穿的适应性上面，其实我也觉得它表现得非常不错。我在走不管是一些高低落差的地形啊，它都给我非常有安全感。因为有一些鞋子哦，它其实它的底比较滑或怎么样的，它没有达到一定的安全感。那其实你在爬山的过程中，你就会有一点畏惧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挑登山鞋的时候，亲自去登山店试穿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发现这双鞋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保持跑鞋那种轻量的感觉，但是它又有登山鞋的支撑，所以其实我觉得算是一双。我自己目前是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缺点，而且我这双跟它不一样，是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快扣设计，就是它不是快扣，就是一种拉绳，就是我绑鞋带的话，以往如果真的掉的话，就是要花时间请大家团队等我，但是其实我现在用这个绳子一拉就直接绑紧，然后也不会有特别的不舒服的束缚感，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很适合我。我自己的话，我会觉得其实登山鞋大家会看，就是有短筒啊、中筒啊，或是中长筒。那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穿中长筒的这个登山鞋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自己在行进的过程中，很常去走一些比较崎岖的地形。其实，当你的脚踝很容易会弯的时候，当你在有中高筒的这个功能的帮助下，它其实会护住你的脚踝，所以它折不会大折，因为它就是卡住那个角度。所以呢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它是比较保护脚踝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你是走路的过程中，你常常比较容易跌倒啊，或弯到脚。比如说，我们队你这次行程里面的队员Selin啊，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的话，我觉得他穿中筒就蛮
蛮适合，就比较不会凹下去。可是如果是短筒的话，你比较没有这样困扰。其实你也可以选这样，因为你的脚踝的这个它的弹性是比较大，也不会比较束缚。所以我觉得这简单的分享啊，让大家在对于登山鞋的挑选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依据，分享给大家。OK， 谢谢。各位，这3天呢，你在喜来竹北真的是满满的大景。我觉得奇来竹北把它最好的样貌都给了我们，不管是日出、日落、云海，还有舒适的天气，真的干爽又有风。所以我们真的一致的认为呢，你知道呢，我在想，我们两个在想，是因为我们的那一天，我们跟山一起过了情人节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山这么浪漫。山就给我们最美的邂逅，让我们就是所有美景一应俱全，好合理，非常合理。山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存在？这是我每一次下山都会问自己的问题。这答案每个人都不会相同，但不变的是我们每次都在山上找到那份不同于都市的宁静，那个属于心灵的充实。我是元堂，这是我在奇来竹北的故事。那下一次元堂又要混哪里呢？有长的、弯的、短的。这好像你的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元堂混哪里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